大家好，歡迎嚟到新潮文嘅節目，我係你哋嘅主持郭正彤。最近媒體甚至菲律賓嘅陸軍都有傳到，話菲律賓國內咧存在隨時反轉政權嘅勢力，指到菲律賓有杜特爾特一方人馬嘅軍人勢力咧，隨時就會策動呢個政治大翻天，嚟到去推倒現在嘅小馬可斯政權。到底呢啲軍人嘅勢力純粹係一個民眾對小馬可斯嘅大不滿啊，定係真係可能隨時會變成一個推翻政權嘅勢力呢？只知道呢勢力裏邊呢係有前軍官，係有大量嘅武裝人員嘅。問到杜特爾特是否此事嘅始作俑者，是否帶頭，佢嘅言論呢亦都非常之出奇，就係有代言人啊，佢嘅前法律顧問代佢講，話佢唔會主動去做啲咁樣嘅嘢。但係若然軍方係真係推翻咗現在嘅小馬可斯嘅時候呢，佢唔介意受到邀請出嚟接受重新帶領呢個國家嘅。咁嘅講法係咪非常之吊詭呢？咁到底現在菲律賓嘅局勢如何？到底呢方搞事嘅人馬嗰個決心同埋行動力係如何？小馬可斯自己呢，亦都行一個點樣嘅降陟政策？我哋會連帶菲律賓過去呢一年所發生嘅嘢，黃岩島啦、仁愛礁、中菲之間船隻嘅摩擦，甚至係要去到而家最新嘅消息出咗嚟之後呢，就係經過咗北京嘅香山論壇同埋習拜會之後，美國對支持菲律賓搞事嘅態度呢，同埋呢個戰略有所改變，而導致小馬可斯呢，亦都要識得走位。局勢發展到如何呢？轉頭陪大家慢慢分析，再之後呢，就為大家報道一啲世界局勢政壇嘅笑料，等大家輕鬆一下。阿根廷剛剛就選咗一位狂人，被稱為阿根廷特朗普嘅極右民粹嘅代表人物阿米利。嗱，呢個人有咩特別呢？而呢個人喺阿根廷選咗之後，會帶嚟點樣嘅影響？嗱，最近佢有兩大超級誇張嘅言論。第一呢，就係話阿根廷要從此唔用披索，取消咗佢本來嘅貨幣，要全面美元化。另外，佢喺世界嘅舞台公開指罵天主教聖方濟各。最近佢亦都同英國嗰度抹面，發揮佢狂人嘅本色，甚至拉埋我哋香港，話阿根廷出邊嘅馬爾維納斯群島，英國不妨用翻97年將香港俾翻中國嘅方法嚟到將佢俾翻阿根廷啦，咁樣。英國就即刻請佢食閉門羹。相信大家最近喺新聞都經常睇到呢位政治狂人米利噶啦。今日就帶大家一文了解呢個人咩來頭，喺呢個阿根廷會做出啲乜嘢，佢點樣將會成為呢個世界政治嘅娛樂頭版嘅風雲人物呢？轉頭慢慢為大家嚟到去分析。喺節目開始之前做少少呼籲先，新潮文嚟緊喺2024年1月為期12日嘅天府之國四川之旅呢，就現在正式接受報名啦！有興趣嘅朋友就可以 WhatsApp 過去+85268287447揾潘小姐報名以及係查詢行程嘅。而喺呢條片最後嘅18分鐘，亦都有我親自錄製嘅行程介紹。大家有興趣嘅話，亦都可以翻到去呢條片最尾嘅18分鐘睇埋我親自錄製嘅旅行介紹影片嘅。由於呢個旅程係我格仔親自設計，所以到時我亦都會隨團出發。如果想同我格仔玩盡呢12日嘅話，就立即 WhatsApp 過去+85268287447揾潘小姐報名，或者睇埋我嘅旅行介紹影片之後再報名都仲得嘅。喺呢度期望到時見到大家。事不宜遲，現在為大家更新菲律賓嘅呢個局勢出現咗緊張嘅內鬥局面。有傳杜特爾特同埋佢嘅一眾嘅勢力有可能會連同一大班有武備嘅人士、軍人甚至前軍官，會策動一個勢力，會將現在嘅小馬可斯嚟到去推翻，然之後杜特爾特重新上台做呢個總統。但係此時並沒有係證明係杜特爾特自己親自率領嘅。呢個消息就由多方嘅媒體，甚至係現在菲律賓嘅陸軍司令講到國內存有反轉政權嘅勢力，隨時有班軍人現在係諗住謀朝奪位嘅。媒體特登嚟到去問到杜特爾特，到底此事是否佢係始作俑者，佢是否帶頭？咁杜特爾特
就冇正面回應，但係杜特爾特嘅前法律顧問阿柏萊諾咧就對住媒體講啦，嗱，我好認識杜特爾特嘅為人嘅，杜特爾特嘅為人咧，佢嘅性格佢係唔會做啲咁樣嘅事啊，呢啲叫大逆不道。不過咁，若然有班軍人咧係對阿小馬可斯不滿嘅時候，就推翻咗小馬可斯之後咧，然之後好有誠意咁樣嚟到邀請阿杜特爾特嚟到坐翻去呢個位置上邊咧，帶領住菲律賓呢個國家。以杜特爾特嘅性格，佢就唔好意思推人嘅美意，咁所以咧佢應該係會接受嘅。咁樣嘅情況係咩咧？情況就好似我哋睇港產片咁樣，大家記唔記得有啲人想謀朝篡位，就引自己一眾嘅勢力咧嚟到去奪權，奪咗權之後咧就始終都係引發干戈啊嘛。引發干戈咗之後咧，呢個群龍無首嘅時候，有一班搞事嘅勢力咧就會煽動群眾咁話啦。嗱，如果杜特爾特坐呢個位嘅時候，我哋呢方人大家嚟到支持，然之後咧嗰啲收晒錢啊，有晒裙帶利益關係啊，嗰啲咁嘅各方人士咧就喺度附和啦，就會話係啊，呢個位置咧係杜特爾特你先至論資排輩有資格坐㗎咋。然之後咧，你有另一方又會話嗱，杜特爾特坐呢個位咧，我第一個支持咁樣，就帶領住啲人咧一齊嚟到舉手。咁須知道我哋嘅群體心理就係永遠有一班人咧就係趨炎附勢，邊方嘅人舉手，佢咪跟住舉手咯。咁如此一來咧，杜特爾特呢個時候就好似港產片嘅招牌對話咁啦。試問我何德何能坐呢個位咧？不過咁，既然大家都咁俾面嘅時候，我都唔好意思再拒絕啦。我再拒絕，即係唔俾面大家。好啦，咁恭敬不如從命，咁呢個位就由我嚟坐翻啦，就會出現咁樣嘅一幕啦。嗱，而家進一步嘅新聞咧，資料就出咗嚟，原來咧話說，大家記得 APEC 峰會嘅習拜會啦，咁習拜會之外咧，我哋嘅國家嘅主席習近平先生同過其他國家嘅元首會面咧，都開始變得黯然失色。話說咧，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斯，其實係同我哋國家主席習近平先生同埋王毅外長咧，係有短暫嘅一個會晤嘅。呢個只不過係一個短暫嘅場外會晤，咁當然就要喺菲律賓把口，同埋去到美媒西方嘅媒體就講到係一個好似好凝重、好似好慎重、好大件事嘅一個雙邊會談咁樣啦。講到其實只不過係一個場外嘅短暫會晤嘅啫，不過都好過有啲國家嚟話呢個加拿大嘅呢個道友多，純粹企咗喺呢個習主席隔籬影相，口噏咗兩句，習主席都冇回應佢，但係佢咧就可以翻到去大吹大擂咁講話，雙邊會談關係良好，氣氛融洽，乜都講得出嘅。喺呢個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斯同習主席嘅短暫會晤裏面咧，我哋內地嘅媒體係冇報道到嘅，但係進一步嘅新聞消息出咗嚟，就話原來小馬可斯當其時係拎住南海嘅問題咧嚟到去同習主席喺度講話，而小馬可斯咧嗰方嘅媒體同埋西方嘅媒體講到嗰陣時候對話嘅內容咧就是如此。當其時咧，小馬可斯對住習主席講話，關於南海嘅行為準則。南海嘅行為準則咧就係中國大力推動同東盟嘅唔同國家咧嚟到去希望制定嘅一個南海嘅行為準則，為嘅咧就係帶嚟溝通同埋和平穩定。小馬可斯自己話呢個準則行為進度緩慢，佢咧就有個諗法，就佢講到自己好似好威咁，兜口兜面話俾習主席聽，就係話菲律賓我已經聯絡咗越南同埋馬來西亞，我哋諗住咧另起爐做自己制定一個另外一個南海行為準則。咁既然你舊嗰個南海行為準則嗰個進度緩慢啦，咁不如我自己定一個南海行為準則啦。咁你中國你點配合我咁樣唔知事情係咪真係有發生過，但係喺菲律賓媒體同埋美國嘅媒體咧就係咁樣嚟到報道嘅。此事關係到咧就係小馬可斯就進一步夠膽同中國嘅政府嚟到去玩嘢。大家知道小馬可斯過去一年咧政績咧就麻麻，冇咩實際嘅建樹，但係玩嘢咧就非常之頻繁。自從去年佢上咗位之後咧，本來咧一上咗位之後，佢第一件事咧就進行呢個訪華啦安排，但係原來咧訪華之後就開始咧喺菲律賓咧奉行佢玩嘢嘅政策啦，不斷咁樣喺度踩鋼線、黃岩島嘅問題上邊仁愛礁嗰個爛船嘅上邊，佢真係以為爛船都有3根釘，就諗住咧就插針喺南海度玩嘢。所以大家就話啦，背後冇美國嘅加持嘅話咧，就點講都唔信。
咁但係點解呢？係訪華咗之後，佢登位之後訪華之後，跟住咧態度就完全改變呢？大家都覺得問題嘅症結咧就係喺訪美嘅一行裏邊啦。咁我轉頭亦都會慢慢同大家解釋。今日我哋要解釋小馬可斯點樣玩嘢，佢有咩盤算，同埋啱啱喺呢個北京香山論壇就係講呢個防務啊安全問題噶嘛，同埋習拜會之後形勢點樣有所改變，而小馬可斯點樣呢？身為呢個世界玩嘢第一大國呢，點樣去走位？呢啲咁嘅國與國之間、中美之間大國博弈。菲律賓點樣呢？係諗住喺中間啊，踩鋼線從中嚟到去兩邊逃離。你可以話佢哋冇腰骨、冇原則又得，你可以話佢呢狡猾靈活又得，正面又好，負面又好呢，對我哋一齊研究國際局勢呢，其實都係一個非常之有趣嘅探討啊嘅一個菲律賓嘅一個戰略呢，研究下佢哋呢啲小國點樣玩嘢呢，都別有番風味嘅。嗱，話說小馬可斯就坐菲律賓總統之位，本來副總統咧就係杜特爾特個女嚟到去坐，咁本來呢個係一個好完美嘅結合嚟嘅，就係兩大家族啦，小馬可斯家族同埋杜特爾特家族，菲律賓嘅兩大政治世家嚟到一齊啊，共謀呢個政府。本來咧，小馬可斯係想揀一個適合嘅人選嚟到做啊中國嘅大使，其實就係諗住揀啊杜特爾特添嘅，咁但係咧最後唔知點解啊就揀咗一個曾經對華把口唔收，甚至用莊言慰語嘅人嚟到做大使，即係話要搞啲曾經反華嘅人嚟到做大使。大家好平面咁樣睇呢，就係阿基諾三世喺佢嘅任期裏邊呢，就係奉行呢個同中國敵對嘅路線。杜特爾特呢6年嘅任期，表面上睇起嚟呢，就係奉行啊親中嘅路線。咁大家就會覺得係咪因為咁，所以啊小馬可斯上任就會行呢個親美反華嘅路線啊，連帶一系列嘅問題啦。例如我頭先講啊，中沙群島嘅問題、主權問題，同埋啊中菲之間嗰啲船隻啊互相摩擦嘅問題，仲有另外一啲小問題就係例如話中國同埋菲律賓嘅鐵路項目啊，嗰啲互相啊爭持不下，難以妥協，同埋最近亦都發生新鮮滾熱辣啦，就係有9個人喺菲律賓嗰度咧俾人夾咗，但係咧3個係菲律賓人。6個係中國人，裏面嘅待遇咧就厚此薄彼喎。6個中國人咧長期啊都係音訊全無嘅呢個不平等嘅對待。咁所以而家咧我哋就按住時序一一嚟到同大家分析同埋研究啊小馬可斯嘅部署同埋佢啊喺唔同情況下唔同嘅心態。而我哋中國咧係點樣喺南海嘅問題上邊咧一忍再忍，去到咧終於強硬嚟到回應，甚至對等回應嘅情況。呢樣嘢大家如果一直有留意開新潮文嘅頻道咧，都已經知道啦。喺南海嗰邊，我哋中國已經係開始用對等嘅軍艦炮艇咧嚟到應對菲律賓嗰邊出動嘅軍方級別嘅支持船隻噶啦。即係話我哋中國唔係咧為咗和平而備戰嘅，唔會避開啊一而再再而三嘅踩紅線行為。我哋中國現在推動嘅呢個東盟南海行為準則，其實都已經同東盟唔同嘅國家。唔同嘅國家咧已經去到一個就嚟落實，去到所謂嘅三讀階段嘅啦。但係菲律賓自己單方面就話南海行為準則佢自己要另起爐灶，諗住夾埋越南同埋馬來西亞咧嚟到去搞多檔行為嘅準則出到嚟，分明咧就係要嚟破壞，將會成其好事。我哋帶嚟嘅呢個東盟南海嘅呢個局勢穩定，菲律賓好明顯咧，大家亦都知道係搞嘢嘅，係搞事嘅。佢同美國嘅關係啊，大約去到咩程度呢？係咪美國完完全全支持啊菲律賓嚟到去搞事呢？經歷咗呢個習拜會之後，好似嘅態度有所改變喎。最新嘅消息咧就係講到喺呢個 APEC 峰會嘅時候，阿小馬可斯走去同阿拜登講，就係話：喂，我哋而家有個新嘅計劃啊！我諗住拎更多嘅物資啊、水泥啊、建材咧，就走去將仁愛礁嗰個爛船，將佢直情咧變成一個小島島礁。然之後咧就繼續發大佢喺度擴建，咁咪有自己嘅島礁，咁咪越建越大咯。你話呢條橋得唔得啊？嗱，呢番說話咧就係喺習拜會之後，小馬可斯走去揾阿拜登嚟到講嘅 proposal 嚟嘅。簡單嚟講咧，即係話小馬可斯諗到啲計嚟到去 propose 點樣去繼續咁玩嘢，睇下阿拜老頭大佬啊會點睇。點知拜老頭咧係沒有表態，目前沒有俾意見嘅。甚至一句說話、一句行嘢都冇講，即係咩叫行嘢咧？就係話關於自己一個國家嘅主權咧，你係有咁嘅責任嚟到維護翻嘅，呢啲咁嘅行嘢都冇講過，係冇表態嘅。
點解會咁呢？美國唔係好支持菲律賓嚟到玩嘢嘅咩？有可能而家推測就係咁。美國之前支持菲律賓嚟到玩嘢，喺呢個黃岩島上邊啊，剪我哋中國嘅幾百米長嗰啲浮標啦。剪浮標嘅動作咧就細細，但係咧美媒就要講到非常之大件事。呢啲事情咧都係發生喺APEC 峰會嘅習拜會之前嘅。菲律賓派出佢哋菲律賓海軍級數嘅炮艇嚟到喺黃岩島上邊，膽敢越雷池，就面對我哋中國嘅海警船，甚至我哋中國都動用軍方級別嘅艦艇嚟到應對，就令到佢哋咧不是味兒，落荒而逃。佢根本唔敢同我哋嚟到正面對碰，但係好明顯咧，佢哋係不斷咁試我哋中國嘅底線。好多人就話啦，美國一定咧就會不斷咁支持菲律賓玩嘢玩到底，完完全全就會將南海變成咗一個戰場，咁菲律賓咧就會成為下一個烏克蘭嘅啦。美國咧就會喺後邊支持菲律賓，菲律賓咧嚟到將會成為炮灰，因為就算幾唔理智嘅人，甚至菲律賓自己都清楚，就係若然真係開戰起上嚟嘅時候咧，我哋中國亦都係三爬兩撥咧就會收拾咗菲律賓。菲律賓喺呢個全面嘅軍事熱戰底下咧，係唔係我哋中國嘅手腳嘅，甚至美國咧都會鞭長莫及，所以菲律賓只會淪為炮灰。但係亦都有另外嘅分析，就係指到美國根本兼顧唔到多重嘅戰線，就係因為巴以嗰邊嘅局面令到美國已經顧此失彼，淨係俄烏嗰邊對烏克蘭嘅支持咧已經有所手軟啦。所以喺南海搞嘅所有問題出嚟咧，所有摩擦都其實純粹係要嚟做樣。美國係唔敢令到南海嗰邊、台海嗰邊咧有任何真真正正嘅戰事發生嘅，只不過美國係想將台海同埋南海兩邊嚟到去結合，因為咧喺菲律賓租借俾美軍嘅北邊嘅基地，距離台灣咧就只不過有140公里咁近，嚟到作為面對中國嘅姿態。而此舉係為咗咩呢？唔係為咗挑釁中國真係全面發動戰事，其實係純粹為咗玩撲克，純粹為咗玩話事啤，等佢有多啲籌碼喺呢個北京香山論壇嗰陣時候咧，令到中國會同美國嚟到去傾，然之後達成全面嘅軍事接觸同埋開放溝通。咁呢樣嘢咧喺呢個習拜再會嘅時候，美方已經完全達到咗啦。喺呢個海軍國防軍事高層嘅級別咧，已經全面開放翻兩國嘅溝通。咁呢樣嘢已經令到美國即係話知道南海呢邊嘅局勢、台海呢邊嘅局勢，中國嘅態度有溝通嘅渠道，唔會誤判，唔會走火。而美國現在最需要嘅咧，就係呢樣嘢，我哋大家都知道，就係希望唔好有多重嘅戰事，因為佢實在兼顧唔到。美國現在咧就係要專心應對2024年嘅內鬥，就係拜登同埋Donald Trump嘅第二回合，所以咧一定唔可以搞事。只要達到咗軍事溝通，美國能夠 make sure 中國咧對台海、南海嗰邊嘅出手意欲，咁就已經夠噶啦。所以亦有可能因為咁樣，習拜會之後，小馬可斯呢個 proposal 話要將架爛艇咧變成一個海上小島，增添建設呢樣嘢咧，到現在嚟止，拜登係並沒有回應嘅。可能直至有新嘅謀算、新嘅盤算嘅時候咧，若然係有利於拜登一啲同中國嘅呢個對策同埋拋浪頭嘅時候咧，拜登可能先至會加以利用拎翻出嚟又提。起碼目前啱啱完成咗習拜再會咧，拜老頭係唔敢提嘅呢樣嘢。大家如果有聽前兩日新潮文亦都為大家報道過，有位史丹福大學嘅戰略高級專家就講到中國現在嘅政策開始有變，美國好擔心咁樣樣。嗰度應該有提到過，就係關於日本喺呢個戰略所扮演嘅角色。其實咧呢位戰略專家亦都係大力咁支持過日本嘅角色，應該聯合台海同埋南海嘅呢啲戰線嚟到進行全方位嘅聯航，即係咧日本嘅幫助同埋玩嘢都應該係納入菲律賓同中國玩嘢嘅戰略裏邊嘅。即係喺美國嘅角度咧，日本、台省同埋菲律賓都係要嚟美國要嚟同中國嚟到玩 show hand。大家明白到中國咧係希望追求局勢和平同埋穩定，所以先至同東盟各國嚟到去搞呢個南海行為準則。菲律賓咧就挑起另一個組織，就係東協，就係以前咧組織出嚟咧打住反共嘅旗號嘅另一個聯盟。菲律賓覺得
北京香山論壇之前要玩嘢，製造啲事端，睇中國咧一定係極之需要和平，製造咗事端咧，等佢喺北京香山論壇嘅時候咧就有少少爭議。菲律賓認定中國同東盟傾南海行為準則，亦係為咗追求和平，所以就不停咁嚟到去生事端，你要製造玩嘢嘅本錢。越製造玩嘢嘅本錢嘅時候咧，菲律賓唔係傻嘅，可能好多媒體平面咁報道咧就話菲律賓咧啲人好自大，咁啊覺得自己好威，所以覺得自己咧有資格同中國嚟到玩，背後有美國撐腰。菲律賓咧唔係傻嘅，始終咧如果我哋要研究呢個世界局勢，大國競爭，小國點樣咧嚟到去食兩家茶禮，呢啲都係高級別嘅智謀。菲律賓嘅領導班子亦都唔係傻，佢完全知道，無論菲律賓同中國玩嘢一進一退，佢都可以喺兩邊嚟收受唔同嘅利益。佢若然同中國玩嘢，試中國嘅底線，大家可能昔日就沒有對呢個戰爭嘅高度認識，但係其實自從俄烏戰事同埋巴以戰事，大家都知道，由你摩擦到誤判，開咗第一炮之後，到第一輪嘅攻勢，第二輪嘅攻勢，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階段。一路呢啲階段一路推演嘅時候咧，一路都係喺度，大家喺度判定緊對方嘅形勢同埋各國嘅反應。即係話，即使如果喺南海菲律賓嘅炮艇真係同咗中國嘅炮艇係真係互攻擊起上嚟嘅時候，都唔係馬上就變成全方位嘅戰事嘅，都當中都仲有好多階段，由第一炮、第二炮一路傾一路打。即係菲律賓對佢嚟講，佢每玩嘢踏前一步嘅時候咧，佢都可以攞住呢個本錢同美國拗更多個着數，睇美國撐唔撐佢。但係就算美國唔撐佢都好，如果有一日美國係支持唔到菲律賓，佢都可以突然之間認錯低頭，因為你係一個玩嘢有本錢玩嘢嘅人咧，你嘅道歉同埋認錯亦都嚟得越有價值，咁亦都可以令到中國嗰度可以攞到更多嘅利益翻嚟。所以呢啲就係佢哋個國家生存之道。最唔好就係聽聽話話，越係懂得走位玩嘢，就會令到兩大勢力就越想爭取你。呢樣嘢菲律賓係玩得淋漓盡致嘅。好多人就諗啦，小馬可斯到底是否一開始就係打住呢個反華嘅路線，一開始就諗住親美㗎？因為可能好平面咁樣睇，昔日阿基諾三世就係親美，跟住杜特爾特就親中，咁而家到小馬可斯咁咪又變翻親美咯，咁樣樣。嗱，先唔講親美定親中，呢啲都係好表面嘅啫。菲律賓從來都係親自己要玩嘢嘅，喺大國中間。菲律賓嘅民粹就唔同啦，菲律賓嘅民粹就好受西方嘅媒體同埋西方文化影響嘅，所以菲律賓嘅民粹就好多都係被外國嘅媒體製造到佢哋係唔中意中國，係唔中意親中嘅。當然啦，能夠解救佢哋現在嘅經濟同埋社會梗係中國啦。但係佢哋唔係咁睇啊嘛，佢哋俾人灌咗迷湯，佢哋遇事不明啊嘛。比較理性同埋比較高位嘅人就會明白親中嘅重要性，但係佢哋唔係嗰啲普羅大眾嘅民粹，普羅大眾會大聲過佢哋啊嘛。所以菲律賓就會存在兩種唔同嘅勢力咯。但係就係因為咁樣嘅政權就導致菲律賓所有中線同埋長線嘅政策同埋國家發展都唔使諗噶啦。咁我一陣間有可能就會講另外一個國家亦都係因為政權交替同埋政局不穩嘅情況，令到佢嘅國家一落千丈，任何中線長線嘅國策都唔使諗。有人亦都研究到小馬可斯佢嘅態度轉變，有可能就係佢上咗任之後第一時間就係訪華嘅。但係好似佢一訪完華之後喺翻到菲律賓嘅時候就有一股勢力就係發動緊政治嘅大亂局，即係發動緊人事變換呢班就係親美嘅勢力。咁可能呢樣嘢就威嚇到小馬可斯就馬上要改變態度，同埋亦都係研究小馬可斯嘅家族喺美國根本有千絲萬縷嘅利益關係。小馬可斯嘅家族據聞有幾百億美元嘅身家就喺美國嗰度俾人哋扣住。咁就係因為能夠揸住呢個把柄嘅時候，再加上小馬可斯本來就係一個喺美國被通緝嘅呢個罪人，但係敗老頭為咗伸延佢嘅外交嘅戰略就將呢個渦輪取消咗，容許小馬可斯嚟到訪美。訪美之後就達成咗協議小馬可斯就因此就配合美國嘅戰略啦。咁至於佢訪美嘅時候，背後小馬可斯同埋拜登到底傾咗啲咩 deal 呢？傾咗啲乜嘢條件呢？我哋就唔知，但係大概就會知道都係同利益有關嘅。咁即係話小馬可斯
越係搏表現，越係喺黃岩島問題上面、仁愛礁問題上面咧，越多動作嘅時候咧，每一個動作都能夠加添咗拜老頭之前同佢傾嘅協議，能夠拗到更多嘅嘢翻嚟。呢個咧其實一定係肯定嘅，所以先至有出嚟呢一幕就係話，不如將嗰個爛船直情變做一個島啦，我運啲水泥啊建材過去啦嘅呢啲 proposal 會出現啫嘛。嗱，我哋亦都唔可以咧嚟到斷言美國呢一刻冇回應，下一刻會唔會有回應？因為喺政治嘅嘢咧，就係一日都嫌多，更何況局勢推演底下，而今呢個局勢變換得咁快。不過有樣嘢我哋可以肯定，就係美國一定就係2024年咧，就唔可以再增添多條戰線，要專心應付美國嘅大選，呢樣嘢就肯定嘅。所以所有人喺出邊唔好再亂咁搞事，因為美國咧未必撐得你住。因此大家睇到就係我哋中國嘅呢個泛亞鐵路嘅呢個對東盟嘅戰略咧，係頻頻得利嘅時候，就點會起唔到喺菲律賓嘅高鐵系統係點會做唔到？係一定做得到。須知道我哋中國嘅高鐵系統喺啲極地沙漠高原，喺印尼呢啲充滿天然災害嘅地方咧，我哋都可以建造到呢個雅萬高鐵。好快迎嚟嘅咧就係中老、中泰等等多條鐵路咧，將會大肆咁連貫。咁但係我哋唔好淨係針對菲律賓啦，但凡我哋中國面對一啲政局不穩嘅地方，緬甸啊、柬埔寨咧，我哋所推行嘅同中國合作嘅鐵路計劃咧，都會唔係咁容易可以嚟到動工嘅。所以如果菲律賓嗰邊攞住三大鐵路嘅項目計劃，就指責中國由2022年開始呢個計劃嘅時候咧，遲遲唔動工嘅時候，呢個咧亦都係佢借題發難。仲有你嗰三條鐵路其中一條咧係連貫兩大美軍基地嘅，咁你要我哋中國輸出我哋嘅技術同埋協助你建造一啲高鐵系統嚟到等美軍更加妥善咁嚟到運送佢哋嘅物資，咁呢樣嘢有冇可能呢？因此大家睇到我哋中國點樣聯同緬北嗰邊嘅人員嚟到去將治安撥亂反正，就即係表示當緬甸嗰邊嘅治安撥亂反正之後，局勢穩定之後，就會開始咧越嚟越多同中國嘅合作，甚至係中緬鐵路都指日可待。如果菲律賓有一日能夠撥亂反正，變成咗真係為國為民、自主發展嘅一個國家嘅時候咧，中國亦都會同菲律賓全面咁喺個建設同埋貿易同埋外交關係上面咧嚟到深度合作。但係起碼目前喺短期內咧，菲律賓仲係要懾於美國嘅美國人威底下。當然啦，亦都唔排除菲律賓咧本身咧個人咧呢個國家嘅性格同埋作風咧，都係要游走喺大國與大國之間嚟到左右逢源，呢個係佢哋本質嚟嘅。不過有一樣嘢我哋亦都可以肯定，就係菲律賓嗰啲人或者軍隊係冇蠢到咁樣，係真係願意所謂嘅保家衛國走去同中國有全面嘅戰事嘅。如果你話呢個世界有人縮骨嘅話，冇人縮得骨得過係菲律賓人，佢一定唔會同你癲。你話如果有個別嘅台灣台自立分子盟塞嘅嗰啲頑固嘅，佢哋真係願意去赴戰場，咁啊講得通。你話烏克蘭人，你癲起上嚟嗰啲人咧，真係諗住咧去赴戰場。當然咧，打咗1年之後先知道瀨晒嘢咧，咁呢樣亦都講得通。但係菲律賓人真係唔會同你癲，佢唔會咧走去同你赴戰場，尤其是前車可鑑。望一望巴勒斯坦以色列嘅局面，望一望烏克蘭嘅情況，更加前車可鑑，佢哋唔敢亂嚟。純粹所以而家佢哋做嘅嘢咧，唔係真係諗住促慶中國，令到喺南海嗰邊真係全面發動呢個戰事。佢哋只不過不斷咁試中國嘅底線，每試一步嘅時候咧，佢都可以進逼多啲，為嘅咧就係背後可以拗到更多嘅美國着數。冇美國拜登嘅點頭，冇背後嘅着數加持，或者小馬可斯同拜登達成嘅協議，唔可以爭取到更多嘅話咧，佢哋一定唔會喐。當然此舉同時間亦都可以增加玩嘢嘅本錢，就係有一日如果走嚟親中嘅時候咧，又可以得到更多嘅禮待。須知道我哋中國有個傳統就係我哋會對啲人嚟到去招安。咁招安嘅人咧，必須要咧就係本身玩嘢成分同埋能力都係較高嘅人。若然你係 nobody 嘅時候咧，無論你係擦鞋或者叛逆，其實都冇人會望你一眼嘅。就住三大鐵路項目呢樣嘢，出名中意玩嘢嘅菲律賓咧，亦都好識得出口術嘅，就係話嗱，若然
你中國嗰啲項目唔喐嘅時候，咁啊你都可以唔喐嘅，咁啊菲律賓咪揀個第二個國家咯，咁邊有第二個國家做得鐵路系統得中國同埋日本啫嘛？但係講真，若然日本啊係真係咁順利、咁好合作嘅話，咁點解東盟嗰度越嚟越多鐵路系統係俾咗中國嚟到承包呢？越嚟越多甚至本來俾日本嚟到去進行嘅接駁路線，點解最後啊都要轉頭俾咗中國呢？當然東盟嘅國家嘅做法就係有啲路線就俾中國，有啲路線就俾日本，希望兩邊都唔好得罪。但係計落嘅時候咧，慢慢亦都係中國嘅佔比會比較多，因為啊始終都真係價廉物美同埋好合作，效率亦都高啊嘛。當然對菲律賓而言，佢唔係真係想做民生，佢純粹想攞嚟做玩嘢嘅本錢啫。但係日本將會喺呢個台海、南海局勢嘅搞事局勢裏邊有佢參與嘅份額，呢樣嘢咧，亦都係美國想製造到喺亞洲呢邊嘅戰略之一。所謂政治嘅嘢咧，一日都嫌多，更何況呢一年時間，而家嚟緊呢，就係一年時間嘅空檔啦，就係拜登要全面應付2024年啊同Donald Trump 嘅第二回合。Donald Trump 今次咧絕對不是易遇，因為對佢嚟講，上屆係俾人咧搶走咗啊，使橫手笠咗啊佢嘅地位嘅。今次佢更加有經驗有備而嚟咧，就絕對唔係咁簡單。所以呢一年嘅時間，到底小馬可斯嘅玩嘢程度咧會去到點樣？佢一定係有所改變。若然背後美國嘅支持係放軟咗嘅時候咧，佢嘅玩嘢亦都會放軟。但係若然咧喺呢個時係空檔嘅呢個時候，杜特爾特嘅前朝勢力真係可以發動呢個軍事嘅大改變，因為聽落就好似好天方夜譚拍電影咩？但其實唔係啊！東南亞呢個國家、菲律賓呢啲國家軍人嚟到干政奪權呢樣嘢咧就屢有發生嘅，呢啲唔係講笑嘅。所以隨時如果杜特爾特嘅前朝勢力真係發動軍人嘅大兜亂，推翻咗小馬可斯之後，杜特爾特坐翻呢個位置嘅時候，就係乘住美國顧此失彼呢個空檔嘅時候咧，都極有可能嘅。咁我哋中國亦都喺呢一年換到我哋爭取到空間，可能咧就成功落實到呢個東盟嘅南海行為準則，又成功杜特爾特呢個表面上面親華嘅分子能夠謀朝篡位。咁可能咧中國聯同緬北嗰邊嘅大行動，掃平咗嗰啲所謂嘅大家族之後，令到嗰邊嘅局勢治安變得穩定，我哋中國有更多嘅投入同埋發展，同埋緬甸嗰邊絕對就會變成咗乘住美國內鬥大選之年，我哋中國嘅豐收嘅一年啦。再之後咧就為大家報道一啲比較輕鬆同埋有趣嘅政治新聞。要講嘅咧就係阿根廷最近選咗一位被譽為阿根廷特朗普嘅狂人米利，佢係極有民粹主義嘅代表人物。就喺阿根廷呢個一落千丈嘅國家，而家危急存亡之秋嘅時候咧，就由民粹嗰度嚟到去爭取到56% 嘅選票，喺11月19號贏咗經濟部長馬沙，佢係得到只係44% 嘅選票啫。馬沙就落敗，狂人米利咧就成為咗阿根廷嘅新一任嘅總統。點解佢係被譽為翻版特朗普政治狂人呢？佢有咩言論佢有幾出位？我轉頭亦都會為大家介紹佢上任之後有咩爭議性嘅政策，我亦都會話俾大家聽。但係喺講笑之餘咧，話俾大家聽背後咧其實係美國有其謀算，亦都會同大家講啲美國伸張佢嘅影響力，查獲呢個世界全球南方同中國合作背後嘅圖謀咧，亦都包含喺裏邊嘅。但係我會輕鬆啲同大家講，等大家嚟到順便娛樂一番，因為極有可能呢位米利將會變成世界嚟緊政治界嘅娛樂頭版嘅風雲人物，佢嘅風頭咧可能甚至第時會蓋過呢個澤連斯基添嘅。而最近佢仲有另一個言論，就係辣埋呢個英國嗰邊，又辣埋我哋香港呢邊，就話啦，阿根廷出邊嗰個馬爾維納斯群島一直都應該係阿根廷嘅。咁呢樣嘢我都支持，我都覺得認同係嘅。咁所以英國唔應該叫佢福克蘭群島，英國將佢應該係俾翻阿根廷。呢個米利就諗住用外交嘅方法咧，要英國促請佢效法當年97年將香港俾翻中國嘅一個做法，嚟到去將馬爾維納斯群島俾翻阿根廷。咁英國梗係請佢食閉門羹噶啦。咁一陣間亦都陪大家分析埋嘅。咁先講呢啲搞笑嘢，陪大家輕鬆下先啦。米利今年就53歲，佢咧就本來係一個寂寂無名嘅人，但係咧突然間就因為出位嘅言行就彈起咗。
2021年咧入咗國會，2023年今日咧就出選啊，阿根廷總統之位就俾佢贏得到。嗱，須知道阿根廷而家係面對咁點樣嘅情況？點解啲人會投佢票？咁好簡單，阿根廷面對咧嚴重嘅一落千丈嘅情況。嗱，佢當年啱啱入國會嗰陣時候咧，啱啱出嚟從政啦，出嚟行啦，就係2020年啦，2021年入國會。2020年嗰陣時候嘅阿根廷1蚊美元咧係對80披索，時至今日1蚊美元咧係對1000披索。呢個通脹咧簡直係講係震撼性末日式嘅通脹。阿根廷而家係呢個世界咧第3大通脹最嚴重嘅國家。每一日你出到街要買嘢嘅話咧，你都發覺啲物價咧一日比一日係更加貴嘅，人民咧係苦不堪言。阿根廷有超過一半嘅人咧都係活喺貧窮線底下，嚴重嘅困苦交迫。所以喺咁樣嘅極端民粹底下，人咧嘅心先會弱石亂投，充滿大量嘅怨氣。咁呢陣怨氣咧就會化為投票嘅動力，就會支持一啲為佢哋代佢哋把口發洩嘅代表人物。呢啲極有民粹主義嘅人啊，把口沫遮攔，甚至係莊言穢語橫飛嘅人咧，就會變成佢哋嘅心頭好啦。其實係一種民怨發洩嘅表現。所以即係喺度咧，又要講啲行嘢啦。但係我經常都要講噶啦，邊個話民主係一件好事嘅？邊個話一人一票係一件好事嘅？你如果投票嘅嗰班人大多數人都係盲目失咗理智嘅亂嚟嘅，咁點算啊？就喺阿根廷而家即係民怨載道嘅情況底下，同埋咧阿根廷根本咧就完全係一個難以收拾嘅局面，一落千丈。當然咧要重新去建立起振興翻嘅經濟咧，談何容易啊！但係發洩咧就嚟得好近，所以喺弱石亂投底下咧，佢哋就投呢個米利啦。咁米利係用啲咩旗號啊？嚟到令到嗰紮困苦同埋怨氣載道嘅民粹去中意佢投佢咧，佢咧就行為非常之出位，就同我哋當年嗰啲黃絲政棍差唔多，滿口莊言穢語，淨係識鬧人。上到電視節目嗰陣時候咧，同主持講嘢咧毫無大體，莊言穢語，同埋咧就經常用呢個莊言穢語嚟到去指責嗰啲左派，佢係極右派啊嘛。佢就講到同嗰啲左派，咩叫左派咧？就同香港嗰啲黃絲差唔多，亦都係美國嘅左派，即係咧行嘅係美國民主黨嗰啲路線，就係用小眾權益扮慘啊、道德威脅啊、攞道德高地啊、想不勞而獲啊，淨係識抱怨社會，其實自己咧就無所建設啊，感覺行先呢啲嘢，呢個就係左派啦。佢哋啲極右派咧，佢就奉行緊，亦都係同美國嘅極右派一樣。即係特朗普嗰邊嘅共和黨嗰邊再刺激啲嗰邊，就係佢哋話一步都不能退讓啊！你如果讓嗰啲咁嘅左派一寸嘅話，俾得一寸空間佢都會攞一寸空間嚟到懟你。每次形容左派咧，佢都要加大量嘅呢個爭議性嘅言辭，同埋不堪入目喺個鏡頭面前廣播媒體唔可以出得嘅言辭嘅，咁令到啲主持咧同佢講嘢都扯晒火。嗰啲觀眾睇到好過癮啊，拍案叫絕啦！佢哋就想睇到有人咧為佢哋係咁周圍鬧人，佢哋覺得好爽啦！彷彿好似當年嗰啲鬱文啊、長毛啊嗰啲角色一樣，甚至比佢哋更加嚴重。呢個人咧就強調到，尤其是佢上咗任之後，就話佢係唔會同社會主義國家、共產國家打交道嘅，所以咧中國啊、巴西啊呢啲國家咧就唔會同佢打交道，甚至話佢哋。佢淨係會同美國、以色列、歐洲呢啲國家、呢啲民主國家咧嚟到打交道嘅啫。而呢個亦都係佢上咗位之後諗住奉行嘅外交政策。主持人就問佢啦：喂，畢竟阿根廷現在同中國、阿根廷係嘛第一大貿易夥伴關係，中國都係阿根廷嘅，你點樣同佢 cut 啊？咁佢就兜咯，就話嗱，生意啊照做，但係咧唔好指望我喺言辭咧會支持中國同埋阿根廷嘅關係，我亦都唔會主動同中國打交道嘅，生意咧我就唔理啦咁樣。其實佢仲講咗好多國家，佢講咗唔會同中國打交道，俄羅斯、伊朗、委內瑞拉、巴西、古巴、尼加拉瓜、北韓呢啲國家咧，佢都係喺節目裏邊話佢哋唔民主，我係同佢哋唔會不相往來嘅，會同佢哋。咁講真，呢樣嘢就談何容易啊！當然就係談何容易咯，就係得個講字啦。如果係第一大貿易夥伴嘅關係嘅話，佢點可以咁容易cut tie，咁容易切斷經濟嘅來往呢？不過佢只需要民粹，同埋佢只需要投票嘅啫。嗰啲投佢票嘅嗰啲人，
可能都冇參與喺經濟活動裏邊嘅，咁佢點解需要怕去講呢啲說話？因為都唔需要兌現嘅。真係有人查阿根廷同中國嘅來往先至算啦。報紙呢就係講邊個搶到頭版。如果報紙去到第4頁、第3頁先至喺度講阿根廷同埋中國嘅經濟往來咧，都冇人睇噶啦。嚟緊呢，佢就會登基，就係12月嘅10號喺阿根廷度就職典禮。佢特登揀咗呢日，就係一個好特別嘅日子嚟嘅，就係阿根廷嘅獨裁政府垮台首個民選總統嘅40週年。佢喺競選嗰陣時候，經常咧就喺媒體上邊、自己喺社交平台上邊就話要 cut 晒咁多個部門，因為政府嘅咁多個部門咧都係賊嚟嘅，就係抽取啲民脂民膏，但係無所建樹，就係咁逐個部門咁樣鬧。咁啲觀眾就睇到好爽。喺鏡頭面前咧，佢將啲部門啊全部啲貼紙就貼晒上去一個白板上邊，整啲關係路線圖，然之後咧就喺鏡頭面前咧話呢個部門 cut。呢個部門 cut， 咁係咁將啲貼紙搣落嚟抌，咁啊逐個部門咁鬧，逐個部門加啲莊言慰語過去，咁啲動作咧就睇到人哋好興奮啦。文化部 cut， 創科部 cut， 社福 cut， 教育又唔要，交通部、健康衛生、女性權益全部都 cut， 跟住咧啲動作越嚟越誇張，好似發咗癲咁 cut， 全部 cut 晒，跟住咧就對住鏡頭講民主萬歲，話啲觀眾啊睇得好興奮，呢個就係佢嘅政綱。就要 cut 晒政府18大部門，咁佢 cut 部門嘅時候咧，喺街頭啊去競選嗰陣時候，甚至會拎埋把電鋸出嚟啊，喺個空中嚟到揮舞，跟住咧就拉個電鋸 engine 拉到冚冚聲，喺佢隔籬助選啊，佢嗰啲支持者，佢啲造勢大會，佢就揮舞住呢個冚冚聲 engine 嘅電鋸喺空中度係咁揮舞，即係彷彿咧就好似呢個癲佬正傳咁樣樣，啲觀眾睇到好興奮啊，就嗌到拆天。佢成功用呢啲咁嘅動作咧，就帶動到氣氛嘅。而呢個人咧，佢嘅出身亦都係唔係撲朔迷離，係非常之具爭議性。佢啊經常強調自己咧就係有通靈嘅能力。佢話佢咧啊好中意狗，養好多狗。佢話佢平時係會同佢用通靈咧嚟去講嘢，甚至問下啲狗啊啲政見咁樣樣啊。佢話咧啲狗會啟發到佢咁樣樣。嗱，呢啲言論咧係真係大家只要一揾呢個狗靈魂同埋米利呢個名咧，你會見到好多呢啲唔係偏方嚟噶，唔係個別嘅報道傳言，係佢自己公開承認嘅。仲有佢用咩身份嚟到起家噶？佢話佢以前曾經做過咧呢個印度譚崔，即係咧係一種印度嘅氣功嚟嘅，專門係針對男女之間嘅房事。佢係曾經做呢個印度譚崔嘅房事高手。專門咧替佢嘅客人咧嚟到進行呢個房事指導嘅，亦都因為呢啲身份曾經仲上過電視節目添。嗱，大家睇到啦，所謂民粹主義啊，民主就係選埋啲咁嘅人出嚟噶啦。跟住大家咧一望佢樣嘅時候咧，最中意研究就係佢個髮型。佢嘅髮型咧就彷彿好似一個蓬鬆嘅雜草鋪咗喺頭上面，不修邊幅。呢個咧就係佢特登要帶俾大家嘅 rock 友髮型。佢呢個造型咧，佢話係嚟自一個隊 rock band 嘅，即係美國嘅 rock band。佢細個嗰陣時候咧，自從中學咧已經迷上咗呢個搖滾音樂噶啦，經常咧以呢個蓬鬆嘅頭髮加皮褸喺台上面嗌到拆天嘅 rock 友音樂咧，係佢嘅心頭至愛。咁佢話佢冇咁嘅緣分去做到rock 友明星，咁希望喺政壇咧做一個政壇 rock 友嚟到去滿足佢自己人生嘅心願。咁話佢堅持話呢個髮型佢中學以嚟都冇改變過咁樣。總之呢個人呢，我哋撇開實事唔好講，一定喺未來嘅日子裏邊呢，喺國際新聞為我哋帶嚟好多歡樂嘅。咁但係呢，我而家就要為大家講一講呢個人呢，喺即係做實事上嚟呢，會有點樣嘅摧毀性嘅影響，會點樣不利，同埋佢背後係咪真係好似大家見到阿根廷選咗個癲佬咁簡單，背後係冇圖謀，係冇陰謀，係冇美國嘅謀算呢？計算裏邊其實背後呢，係真係有謀算，啲嘢唔係大家睇到有個癲佬咁簡單。嗱，首先呢個人上台，佢推舉嚟緊阿根廷嘅改革方案呢，係要翻天覆地全面咁改變，要置諸死地而後生。而家我哋背水一戰啊，咁啊得到佢民眾支持。第一樣嘢就要去阿根廷嘅披索全面美元化，全面美元化佢嘅言論就係話，因為披索已經唔值錢啦，已經貶無可再貶，咁所以呢，佢要忍痛第一件事 cut 咗阿根廷央行。阿根廷央行咧
就濫發呢個披索，將啲唔值錢嘅紙幣咧就喺市面度呃市民。其實佢話吓，披索同埋呢個央行咧就係最大嘅罪人始作俑者，央行嗰啲人啊全部都係賊嚟嘅。佢話所以要全面美元化，咁佢企邊邊？佢點樣佢嘅立場完全係親美，呢樣嘢已經睇到啦。仲有佢話要同所有嘅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嘅國家咧不相往來，要全面同美國、歐洲同埋尤其是以色列嚟到去打交道。咁佢企邊邊咧？喺個世界局勢亦都好清楚噶啦。跟住阿根廷咧要開始奉行啊，人咧有自己自保嘅能力，所以咧要可以將呢個私有炮嘅禁令咧放寬，即係阿根廷咧要開始學美國民間可以擁有私有炮。仲有阿根廷咧，佢話佢自己個人，我個信仰，因為我個人咧比較有道德觀，我比較正直，所以我唔支持咧就係女性可以隨意將自己嘅種咧打咗落嚟，所以咧佢係支持不能夠亂咁不留種嘅呢個方案咧，就同美國邊一派好似啊？其實同共和黨係越嚟越似，佢唔單止係親美，佢係親美國嘅共和黨。咁呢樣嘢喺美國嘅盤算係會有一個點樣嘅效應咯？轉頭會解釋俾大家聽。佢公開指罵呢個天主教嘅聖方濟各，咁大家又會諗啦，喂，你美國係共濟會嘅喎，你羅馬教廷啊、聖方濟各呢啲咪又係光明會共濟會嘅，你點會啊公開話佢哋噶？唔係噶，話俾大家聽，兩班人其實唔妥啊。美國嘅嗰一派咧，同羅馬教廷嗰一派咧，其實係對家嘅關係，係有相爭噶。不過呢啲咧已經涉及到什麼光明會啊、共濟會嗰啲咁嘅陰謀層面，我今日就唔喺度講。總之話俾大家聽，呢個米利係信咩教嘅咧？佢公開清楚咁話俾大家聽，佢係由天主教嘅教廷咧嚟到去湊大嘅，但係佢唔中意自己父母，話自己父母咧不事生產，又經常咧言語啊同埋喐手喐腳嚟到欺負佢，所以佢當佢哋透明嘅。佢又由天主教轉咗咧改信猶太教嗱，講到出面嘅啦，佢邊一派？咁猶太教係邊一派咧？猶太教咪係美國傳統霸權嗰派咯。嗱，美國霸權咧就有分共和黨式同埋呢個民主黨式。民主黨式咧就係大家見到呢個世界好多顏色動亂啊，有啲小眾主義啊，嗰啲迷惑人心嗰啲嘢咧，用呢個道德高地旗號，然之後咧就用弱者嘅身份嚟到向巨人掟石仔，彷彿咧弱者就可以對巨人做乜都得，挑戰政權啦。呢個咧大家成日睇到呢啲咧就係新興嘅一個美國嘅對外嘅嗰啲戰略，係民主黨用得居多嘅。當然我唔係話共和黨唔用，但係我哋稍為咁樣嚟到分分先啊，唔好講到咁仔細。共和黨嗰邊傳統嘅美國霸權咧，就係大家以前成日睇英國會做嗰啲炮艇外交啊，即係惡霸式啊，美元霸權啦、石油霸權啦、軍事霸權啦，呢啲傳統硬框框，好有 muscle 嘅，好男權主義嘅，咁嗰啲咧就係傳統美國霸權啦，即係特朗普嗰派。咁好明顯咧，呢個米利就係親美，甚至係特朗普嗰派。仲有一樣嘢好明顯嘅啦，佢反呢個世界嘅氣候問題，佢覺得氣候問題啊、氣候變暖呢啲唔關人類事嘅，所以佢大力咧就反對呢啲成日打住氣候、什麼全球暖化旗號嘅呢啲嘢嚟到玩道德捆綁，佢係大力咁去反對呢啲嘢嘅。佢喺政策上面已經跟足共和黨噶啦，佢係跟美國共和黨嗰派，仲要係刺激嘅嗰班添，所以佢亦都公開承認，佢話大家覺得叫我做呢個阿根廷特朗普咧，其實佢係覺得好有榮幸嘅，因為特朗普咧正正係佢個偶像，佢而家嘅言行咧，佢都公開話佢係師承特朗普嘅。咁一系列佢諗住將阿根廷變成一個點樣嘅國家咧，就係親美國共和黨嗰邊。咁對而家呢個世界對我哋有咩影響咧？對我哋嘅影響咧，就喺而家全世界都講緊要追求新能源，共和黨嗰邊咧係唔追求新能源，係反新能源嘅，所以佢哋反氣候。阿根廷其實喺過去呢幾年就已經開始慢慢轉型，就係要投資呢個碳氫化合物嘅製造、鋰電池原料嘅製造同埋出口。咁呢樣嘢就會打擊共和黨嗰邊一直以嚟奉行嘅舊能源主義噶嘛。咁所以特登要喺阿根廷度將美國一直嚟安插嘅勢力捧出嚟到做個天翻地覆嘅改變，呢樣嘢咪配合咗美國要干預呢個世界新能源轉型嘅呢個政策咯。另一樣嘢就係共和黨嗰邊咧，農民多，阿根廷咧都係農業嘅一個大國。阿根廷而家行緊呢個極右民粹主義咧，喺呢個全球嘅穀物供應上面咧，佢亦都有佢影響嘅地位。咁即係話呢樣嘢亦都係會成為咗對國際嘅影響之一。仲有
就係米利講得好清楚啦，佢係完完全全親美嘅。咁如果呢個時候講到明係親美，如果拜登都唔接見佢，唔將佢嘅珍而重之同佢傾訴，同佢埋台嚟到講戰略，同佢全面合作嘅話呢，咁啊即係美國現在當朝嘅政府辦事不力，連親美嘅勢力咧你都唔照顧。咁但係個巧妙位就喺呢度啦，佢係親美，但係佢親共和黨嘅政策噶嘛。即係如果拜登要接見佢，同佢傾世界嘅時候呢，佢要打包啊，接受埋阿米利所親嘅嗰啲咁嘅私有炮啊，唔打走自己嘅種啊，呢啲咁嘅共和黨奉行嘅政策噶嘛。咁所以呢，就夾到阿拜登進入咗兩難嘅局面啦。好明顯呢，就係要嚟搞事嘅。嚟緊大選之年，呢條友一定會係好多動作嚟到夾拜登見佢。拜登見得佢嘅時候呢，就麻煩啦，又要見佢，佢又要係咁嘅 promote 共和黨嗰邊支持嗰啲政策，拜登又要係咁應對。唔見佢又唔得喎，而家難得個國家同你講啦，我要全面美元化咁樣，你拜登不能夠視若無睹噶嘛。所以咧呢招咧係陰招嚟噶，共和黨咧係出呢個招，又係做到一石幾鳥，就係奉行翻佢要打擊啦啲新能源嘅發展啦，影響中國嘅一帶一路全球南方啲組織啦，例如話米利講得好清楚啦，就話佢唔會入金磚組織嘅，之前係排緊隊噶嘛，阿根廷，順便咧亦都夾到拜登，呢啲咧全部都係一石幾鳥嘅政治鬥爭政策嚟嘅。所以對而家呢個翻版特朗普嚟到講咧，佢而家最要做嘅咧唔係實事，係要搶多啲國際頭版同埋眼球。嗱，最近就有一招啦，就辣着啊英國。一直以嚟咧，阿根廷對出嗰個馬爾維納斯群島咧，應該都係佢哋噶嘛。但係你知啦，大不列顛帝國以前曾經立咗改名叫福克蘭群島，一直以嚟就話嗰度有佢嘅主權，又話嗰度咧曾經搞過公投投票嘅，有超過99%嘅人咧都係覺得應該屬於英國嘅等等。阿根廷曾經同英國1982年就開過波，咁就輸咗，英國贏咗。咁但係咧，阿根廷一直以嚟咧都係覺得應該收翻呢個馬島，因為始終係屬於自己噶嘛。呢個米利咧最近就同英國就講啦，不如效法啦，燒埋我哋中國香港呢邊添，效法97年嗰陣時候香港係歸還翻俾中國嘅嗰個方向啊，嚟到將呢個馬爾維納斯群島俾翻我哋啦咁樣。英國嘅防務大臣阿夏博斯咧就喺社交平台講啦，傾都唔會同你傾，冇談判嘅餘地啊。咁相信呢條戰線咧，亦都會為米利嗰個政治生涯咧變成咗佢出道嘅第一仗。嗱，呢一仗好啊，你爭取你就係民族英雄，呢啲嘢咧又冇乜成本嘅，亦對國家嘅經濟啊各方面有冇特別嘅意義。但係咧，你為國家嚟到爭取翻啲土地翻嚟，保家衛國，你仲唔係大英雄？你呢個政治能量啊，呢個眼球啊同埋情感上面咧就好有動能啦。所以佢要做多呢啲嘢，實事就唔會同你搞咁多嘅，經濟咧就更加唔輪到佢啦。佢連自己經濟都未必搞得掂啦，呢個人。咁但係好笑在咧就係你嗰頭先至話唔會同啲社會主義國家打交道，須知道英國將香港俾翻中國係因為中國同香港嘅關係咧就係嚟將會用一個叫一國兩制嘅方式嚟到去管治香港。一國兩制咧係我哋中國新時代特色社會主義我哋獨有嘅一國兩制。一國兩制呢樣嘢行得通嘅話咧，就表示我哋中國就有原本中國嘅社會主義啦，亦有靈活能夠輸出嘅一國兩制。嚟緊咧可能台省我哋收翻嘅時候咧都會行一國兩制，因為我哋中國嘅政體制度咧係好多國家去模仿學唔到嘅。但係個簡易版本個輸出咧就嚟話香港咧又可以俾其他一帶一路國家嚟到去參考，所以香港我哋一定要做好自己，等啲同我哋中國合作一帶一路嘅國家咧能夠有呢個學習嘅模板。咁所以講到呢度咧，大家知道喺阿根廷選咗呢個特朗普二世呢啲狂人背後啊，就唔係純粹政治娛樂咁簡單嘅，背後始終咧都係有佢哋老謀深算嘅圖謀喺裏邊。呢個瘋狂同埋吸引眼球嘅表現咧，只不過喺表面嘅啫，背後咧其實千絲萬縷好多戰略嘅智慧喺裏邊嘅。咁總之，關於呢個米利啊，有咩特別嘅出位嘅言行啊，有咩新聞啊，都會同大家講多啲，等大家亦都輕鬆一番嘅。咁今日嘅新聞分析就嚟到呢度。喺節目結束之前，就由我格仔親自介紹一下今次最新推出為期12天嘅天府之國行程究竟係點樣先㗎啦？有興趣嘅朋友就可以 WhatsApp 過去+85268287447揾潘小姐
報名以及係查詢價錢同埋領取行程資料嘅。整個行程都係由到我格仔親自設計，並非一般坊間嘅旅行團係揾到相關嘅行程嘅。並且今次天府之國之旅嘅行程，格仔咧亦都會隨團出發，陪大家玩盡12日嘅。出發日期就由嚟緊2024年1月嘅21日至到2月1號嘅，為期12日。首先第一日嘅旅程，我哋就會去到由香港機場出發，直飛到去成都嗰邊嘅。飛機航程大概係2個半鐘頭就到噶啦。之後喺稍作休息，瞓過一晚以後啊，我哋就會進入到第2日嘅行程。第2日嘅行程就會由成都嗰邊乘坐我哋特登安排到嘅飛機椅旅遊巴前往西昌，然之後咧就沿住呢個雅西高速公路呢一條被譽為中國最靚嘅高速公路之一嚟到去正式抵達西昌。去到首先為呢個旅程熱下身，參觀到呢個窮海國家濕地公園嘅。窮海國家濕地公園係一個面積好大嘅淡水湖，以水質清澈見稱嘅。佢嘅景色優美，亦都係一個盛產魚蝦嘅地方，係一個有名嘅天然漁場，亦都係一個國家級有名嘅濕地公園嚟嘅。成個窮海分為觀鳥島、夢裏水鄉、煙雨鷺洲同埋西坡鶴影嘅。呢度嘅景色非常之優美，絕對值得我哋花時間嚟到呢度睇一睇嘅。之後嘅行程就會去到第3日，亦都係今次整個行程嘅主要一部分。話晒咁遠，由成都搭車過嚟西昌，當然梗係要參觀到屬於我哋國家4大發射中心嘅其中之一個西昌衛星發射中心啦。西昌衛星發射中心位於四川省西昌市嘅航天北路，係隸屬於中國人民解放軍戰略支援部隊嘅，亦都係中國嘅飛彈以及係衛星嘅發射基地之一。早年呢一度咧係禁止參觀嘅，但係隨住內地旅遊嘅開放，西昌衛星發射中心亦都會喺某一啲時間係接受遊客參觀嘅。今次我哋亦都有幸爭取到參觀西昌衛星發射中心嘅機會，大家千祈就萬勿錯過啦！喺參觀完衛星發射中心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參觀阿柳耶彝文化風情實景火繡劇嘅。呢個火繡劇係當地著名嘅少數民族嘅一個實景劇嚟嘅，裏面就彰顯咗彝族獨有嘅風情文化，而且佢嘅場面規模非常之龐大。如果嚟到西昌冇睇過呢套火繡劇嘅話，真係唔好話自己嚟過西昌啊！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大石板村、唐縣以及係建昌古城嘅。之後我哋就會離開西昌，嚟到第4日嘅行程，就會由到西昌嗰邊去到另外一個城市樂山市嘅。喺樂山市有一個非常之著名嘅景點，亦都係一個著名嘅世界文化遺產。呢個就係樂山大佛啦。樂山大佛被譽為世界第一大佛，佢係一座彌勒佛像嚟嘅。整座佛像就刻喺凌雲山嘅岩壁上面，佢嘅高度幾乎同佢身背後面嘅嗰一座山係一樣咁高嘅，而且腳踏住江水，睇起上嚟十分之雄偉。喺呢度呢，我哋亦都會嚟到包船，從另一個角度去到確保可以睇得晒整座大佛。之後我哋就會從樂山大佛去到峨眉山嘅附近嘅，然之後就進入到第5日嘅行程。嚟到峨眉山，當然我哋就要上到峨眉山嘅金頂啦。喺呢一度呢，我哋仲特登重金咁安排到乘坐獨立嘅環保車，直達纜車站，然之後呢再可以乘搭埋纜車，直接往返到峨眉山嘅金頂嘅。以往嚟講，要去到峨眉山嘅金頂需要一定嘅體力，但係現在我哋就可以免除呢個煩惱，摁腳咁樣就能夠可以去到峨眉山金頂噶啦。然後呢，我哋就會進入到第6日嘅行程，第一站就會嚟到呢個成都博物館。成都博物館就係1984年正式開放嘅，而喺2009年，成都博物館嘅新館呢亦都開始修建，並且喺2016年6月就嚟到正式開放嘅。呢度嘅館藏非常之豐富，亦都係國家嘅1級博物館嚟嘅。代表嘅藏品就有石犀牛、京粵松七人像以及係漢代嘅石碑嘅。由於館藏實在太多，多到講都講唔晒。正所謂要了解一個地方嘅來由，
去到當地嘅博物館去了解就係最好嘅第一步。當大家進入到博物館之後，就會了解到點解四川係會叫做天府之國。喺天府之國呢個名詞背後，包含住整個中國由戰國時期去到魏蜀吳三國鼎立嘅時期之間嘅歷史嘅。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位於四川博物館附近嘅武后祠。武后祠呢個祠佢相當之特別，佢係唯一中國君臣合一，亦即係君臣合祠嘅祠廟嚟嘅。再講一次，亦即係君臣合祭嘅祠廟嚟嘅，由武后祠、漢超列廟以及係衛陵所組成嘅。武后祠始建於公元223年，初時係漢超列帝劉備嘅一個陵寢嚟嘅，後到尾就一齊拼入埋三國時期蜀國嘅丞相諸葛亮嚟到一齊供奉。再之後我哋就會去到沅花溪公園嘅呢度，以杜甫草堂嘅歷史以及係文化為背景嘅，再運用埋現代嘅園林同埋建築設計嘅前園理論，結合古典園林同埋現代建築藝術所結合而成嘅城市公園嚟嘅。呢度山水交融、自然雅致嘅景觀以及嘅建築，凸顯咗現代川西文化嘅敦厚嘅歷史底蘊，係一座將自然景觀、城市景觀完美融合嘅成都市入面最大嘅開放式森林公園嚟㗎，亦都完美咁演繹咗詩人杜甫嘅詩意韻味嘅。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錦里古街，以及係再欣賞埋當地嘅四川變臉表演嘅。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第7日，另一個旅程嘅重頭戲，近年都非常之著名嘅三星堆啦。三星堆位於四川省廣漢市嘅城西三星堆鎮嘅，佢係屬於青銅時代嘅文化遺址嚟嘅。但係佢最特別之處就在於喺三星堆裏面揾到嘅嗰啲文物，除咗有3000幾年嘅歷史之外啊，亦都同期我哋中原文化所揾到嘅文物嘅嗰個造型相比起上嚟呢，係非常之唔同樣嘅，而且設計同埋風格都係完全唔同。究竟解釋咗啲乜嘢呢？好多人都會有唔同嘅遐想，認為到三星堆會唔會係外星文明而嚟嘅呢？又或者三星堆係咪屬於一啲外來嘅民族，或者係一啲其餘嘅古文明呢？尤其係三星堆所揾到嘅文物，佢嘅做工以及係工藝都比同一時期商朝所揾到嘅青銅器物件係更加鬼斧神工，所以就為到三星堆更加添上一層神秘感啦。喺呢度，我相信大家係親眼睇到三星堆文物嘅時間，一定能夠揾到屬於自己嘅答案。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北川嘅地震遺址，同樣都係我哋今次旅程嘅其中一個焦點嚟嘅。北川地震遺址就係汶川大地震之後嘅災區所保留落嚟嘅完整景象嚟嘅，亦都係世界上面原貌保護規模最大、地震破壞最全面嘅一個地震遺址嚟嘅。基本上喺呢一度所保留到嘅都係當刻汶川大地震嘅原貌。喺呢度我哋就可以學會如何居安思危，如何敬畏大自然。相信對於我哋呢一啲住喺絕對安全城市嘅朋友係有一個好好嘅學習作用嘅。之後嚟到第8日嘅行程，我哋就會嚟到劍門關鎮嘅，係歷史上非常之知名嘅關隘嚟嘅。喺古代時候，如果要進入蜀地嘅話，攻下劍門關就係佢嘅必經之路，而且要進入到四川蜀地嘅話，喺經過劍門關之前，仲要走過地勢險要嘅蜀道。因此，我哋喺呢度咧，亦都可以見識到唐代詩人李白所講到嘅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究竟佢真正嘅意思係點樣？因為蜀道就喺劍門關嘅面前，我哋如今都可以體驗得到啦。再之後，我哋就會去到翠雲廊景區。翠雲廊景區其實就係劍門蜀道翠雲廊現存嘅7803棵嘅古樹嚟嘅。喺呢啲古樹入面，差唔多全部都係古柏樹，就佔到當中嘅99%噶啦。而呢啲古柏樹，佢嘅平均樹齡就有1050年咁耐。當中最年長嘅2棵古柏，一棵就叫做劍閣柏，另一棵咧就叫做
瑞大柏呢兩棵古樹嘅年齡咧，仲係去到誇張嘅2300年咁耐，所以咧亦都被稱之為蜀道奇觀同埋森林活化石嘅。然之後咧，我哋就會去到第9日嘅行程，就會去到阆中古城嘅。阆中古城係咩地方呢？其實唔好睇佢好似唔出名咁樣，阆中古城佢係同平遙、麗江、涉原並稱為中國嘅4大古城嚟嘅，亦都素有天下第一江山之稱。阆中古城佢嘅建築風格係完全體現到我哋中國古代嘅居住風水觀，棋盤式嘅古城格局融合到南北風格於一體嘅，亦都係中國古代建成選址天人合一呢個標準嘅最完美嘅一個典範嚟嘅。喺阆中古城就有張飛廟、永安寺、五龍廟、滕王閣、觀音寺、巴巴寺以及係大佛寺，仲有川北道貢院等，總共8個全國重點文物嘅保護單位嚟嘅。咁所以我哋點能夠錯過呢笪地方呢？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第10天嘅行程，嚟到由成都航空工業花咗歷時2年所興建到嘅首座園林式嘅戰鬥機博物館嘅。呢個同樣都係行程嘅重點。當然我係一名軍迷嚟噶嘛，梗係中意參觀呢一笪地方啦。喺呢一度就陳列咗9款唔同嘅戰鬥機嘅，佢哋分別就有殲5型嘅戰鬥機、殲7型嘅戰鬥機，出口到去巴基斯坦嘅梟龍戰鬥機，以及係作為我哋中國空軍現役3劍俠之中嘅其中2款殲10嘅戰鬥機，以及係殲20嘅戰鬥機嘅。而當中仲有另外2款系列嘅無人機，分別就有翼龍系列嘅無人機同埋天賜系列嘅無人機，總共3架。嗱，當中我哋要注意到啦，喺呢度所擺放到嘅殲20戰鬥機呢，佢係呢度嘅亮點之一嚟嘅。原因就係想當年喺2007年殲20研究立項論證嘅時間啊，就整咗一架全尺寸嘅金屬樣機嘅。而呢一架最早嘅殲20概念機，其實就係放喺依個園林博物館裏面嘅嗰一架殲20啦。因此佢係十分之具有重要嘅歷史文物價值嘅。再之後咧，就會去到成都近郊嘅一個大熊貓樂園，呢個咧亦都係行程嘅重頭戲之一嚟嘅，就係參觀到呢一個中華嘅大熊貓院啦。中華大熊貓院亦都係我格仔特登選址嚟到去參觀大熊貓嘅地方。原因就係除咗四川係大熊貓嘅出生地，係大熊貓嘅發源地之外我哋亦都做足功課，知道四川參觀大熊貓嘅地方係有好多嘅，但係點樣為之揀一個好嘅呢？喺我嘅標準嚟講，當然好嘅熊貓參觀地方就一定要人比較少，最好咧就係熊貓多過人。如果唔係去錯地方嘅話，就反而係參觀人多過熊貓啦。所以我哋嚟到中華大熊貓院就啱晒啦，因為喺呢一度咧人比較少，熊貓比較多，咁樣大家就可以毫無障礙睇清楚呢度活潑可愛嘅熊貓，仲可以作出近距離嘅接觸。呢一種感覺係喺其他嘅動物園唔能夠感受得到嘅。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參觀到我哋中國人古代嘅智慧結晶都江堰千年水利工程啦。喺古代憑住有限嘅人力以及係建造技術，究竟我哋點樣利用到我哋嘅智慧嚟到治理岷江嘅水患呢？嗱，唔講唔知，都江堰水利工程其實距離現今已經超過2270年嘅歷史噶啦。但係即使時至今日過咗2000幾年啦，都江堰水利工程依然繼續運作當中，係繼續令到四川嘅人民受惠嘅。如果冇咗都江堰嘅話，其實都好難有天府之國依達咁富庶嘅千里平原。所以嚟到呢度，我哋一定要好好咁去睇下屬於我哋中國古代人嘅智慧究竟有幾咁厲害。之後呢，我哋亦都會去到都江堰嘅仰天窩熊貓自拍廣場，睇到佢嘅造型都覺得非常之得意。然之後呢，亦都會去到都江堰西街，以及係成都嘅春熙路步行街。春熙路步行街係成都最繁華嘅商業街嚟嘅，就由春熙東路、春熙西路、春熙南路以及係春熙北路4條嘅步行街組成。當然
近嚟都非常之熱爆嘅太古里，亦都係出名多靚仔靚女網紅經過嘅地方嚟嘅。然之後我哋亦都會去到另一個古色古香嘅網紅打卡點，成都嘅闊澤巷子。喺呢度呢，記住去到影多啲相，因為呢效果非常之出眾㗎。再之後就嚟到第12日嘅行程，我哋喺臨上飛機之前就會嚟到去見識一下四川獨有嘅茶文化。因此呢，我哋就會嚟到著名嘅觀音閣老茶館。呢個老茶館呢已經有上百年嘅歷史啦。佢嘅建築就係典型嘅川西地區清雅房嘅建築嚟嘅。由於佢嘅年代遠久，所以都幾有嗰股滄桑感㗎。呢個茶館無論從佢嘅建築陳設，仲有茶客，都透露出濃濃嘅歷史感嘅，亦都係最具四川文化嘅特色。然之後我哋就會搭專車前往成都天府機場，直飛到香港，就嚟到結束今次為期12日嘅旅程㗎啦。喺呢度順帶一提，今次呢一個12天嘅天府之國旅程，格仔係會隨團出發嘅，因為話晒呢個行程都係我設計㗎嘛。而且我哋喺全程所安排到嘅旅遊巴呢，都係俗稱2+1座位嘅飛機椅旅遊巴嚟嘅。佢嘅座位非常之闊，係我哋特登預訂，唔係一般出邊嘅旅行社可以坐得到㗎。再嚟，我哋仲會為每一位團友特別加送到每人一張夠晒呢12日旅程所用到嘅一張數據漫遊電話卡嘅。呢張數據漫遊電話卡係可以直接連通香港，所以即使身處國內都可以暢通咁使用到類似 WhatsApp 啊、睇 YouTube 啊，或者去登入翻你哋香港嘅電郵嘅。咁當然啦，你亦都可以攞呢張數據卡嚟到去油管嗰度睇我哋新潮文嘅節目嘅。總之就係暢通無阻。最後一點就係我哋今次所安排到你嘅呢個行程，都知道大家嘅性格噶啦，都係想舒舒服服、他他條條，所以我哋呢個行程所設計到嘅行路位呢，就唔係太多嘅啫，基本上都係點對點，唔需要行得多嘅。喺呢一度我就再重複多一次報名以及係查詢行程價錢嘅聯絡方法，就係 WhatsApp +85268287447去到揾潘小姐去索取資料以及係報名嘅。再講一次係 WhatsApp +85268287447聯絡呢個 WhatsApp， 到時希望見到你同我玩盡呢12日。喺節目結束之前，請大家點擊新潮文嘅頻道，撳隔籬嘅訂閱掣同埋鐘仔，讚好、留言同埋將我哋頻道廣傳開去。除咗新潮文頻道之外，仲有新潮文2.0嘅頻道同埋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咁我哋今日嘅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多謝。